问界发布3天，订单就突破了6万，可以说余承东吹的牛批又一次实现了。早在 M7 正式发布前，他就给 M7 各种造势，说问界 M7 的舒适性超过埃尔法，也超越所有100万级高端车。当时连小鹏汽车的创始人都说想扔一只鞋上去，可见于大嘴这吹牛的功力真是让人又爱又恨。实际上，问界不仅是 M7 车型取得了开门红，连早前的问界 M5 也大获成功。问界 M5 在短暂的产能滞销后，口碑迅速发酵，销量连续攀升，5月份销量超过5000辆，6月份月销量超过7000辆。可以说，华为确实把问界打造成了一个现象级的品牌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华为明明有能力造车，为什么不自己造车，反而花大力气要帮助打造品牌？今天就从华为如何打造问界以及华为战略说起。看完视频你就知道，华为不造车比造车更可怕。华为在给问界站台这件事上可以说是不留余地。2021年 M5 的发布会上，余承东除了亲自给 ATO 问界代言，还立下了一个宏大的目标，问界 M5 的年销量要达到30万辆。要知道魏小李等沉迷已久的造车新势力都不敢这么夸海口，所以余承东的豪言一下子就让问界 M5 成为了网络红车，各种争议和质疑开始发酵。很多人认为余承东想要在汽车上复制华为的成功是不可能的，并且给出了很多理由，比如由于问界 M5 选择了老式增程式，对标理想没有胜算，还有说新品牌它的定价应该亲民，总之就是不看好问界 M5 能够成功。果然，问界 M5 靠着华为口碑，在首定开门红后就遇到了产能问题，遭遇急速的滑坡。问界 M5 头2个月的销量都只有3000出头，增长不明显，与余承东所说的年销30万辆相比，更是相差巨大。4月份，余承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，也被迫承认问界 M5 很难达到年销30万的目标。然后余承东就被很多人 diss， 说他为赛力斯和问界 M5 站台，老脸都要丢光了。也有些人客气点说问界 M5 不是在复制华为的奇迹，而是在重蹈赛力斯 SF5 的遗憾。甚至有人隐晦建议，干脆把车标换成华为，那样效果可能会好点。赛力斯 SF 智选版是华为与小康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就共同推出过的一款汽车，它刚刚发布2天就卖出3000辆，一炮而红后，销量却并没有达到预期，后面有段时间还一度被传出停产的消息。后来华为和小康用了1年对赛力斯 SF5 大升级，推出了问界 M5， 所以很多人才会将问界 M5 和赛力斯 SF5 相比较。按道理来说此时的余承东应该低调做事，做出成绩后再回应质疑。但是华为和余承东是怎么做的呢？他们在 M5 发布会现场就喊出 M5 汽车底盘完全媲美100万豪车，甚至当问界 M5 出现产能问题时，余承东亲自出面接受个人自媒体采访时宣传问界 M5， 用这种方式亲自给问界站台。他说华为一定可以帮助问界做到中国第一乃至世界第一，这是华为的愿景也是信念，他一定要做到。然后他还用小时候打架做比喻，说他打小就知道打架一定要有拼搏精神，即使打得头破血流也要继续冲上去。这其实和华为的狼性非常相似，华为在任何一个行业都敢打敢拼，定下的目标往往不仅是中国第一，就是要做到世界第一。而这一次华为显然要将狼性带到了汽车行业，华为有条件的门店都开始摆上问界 M5， 用自家遍布全国的网络不断的给 M5 做宣传和背书，华为摇身一变成为全球汽车门店最多的企业，而问界就是受益者。果然，当小康解决一部分产能问题后，问界 M5 开始展现出了它的实力。3月份问界 M5 销量突破3000辆，4月份问界 M5 突破3200辆，5月份销量更是高达5006辆，而6月份问界 M5 单位的订单突破达到上万。虽然这不是交付的数量，但是完全可以证明问界 M5 征服了消费者。更加让人大惊讶的是那个被传出停产的赛力斯月销量也达到了3000辆，实现了 V 字形大逆袭。可以说问界的涅槃与成功真的就是靠华为倾尽全力的背书。很多人都在好奇华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？那么问题来了，华为明明有能力造车，为什么不自己造车呢？反而倾尽全力帮助小康打造品牌。有些人说华为傻，技术再好也是在给别人做嫁衣。有些人说华为没有制造技术，所以不得不靠汽车产家。其实都不是，这是华为长达10年的汽车战略。可以说华为不造车比造车更可怕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来回顾一下华为汽车发展就知道了。2012年时，华为就已经在考虑做电动车了。他们拜访了中日欧等几乎所有的汽车品牌，发现汽车产业很有意思，产业链和品牌非常齐全，但是这些企业却缺少电动化的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。不管国内外车企都是如此，而中国更严重一点。
我们虽然有传统汽车产业链，也有电动车产业链，但是一些关键的电子产品却依赖国外。举个例子，比如电动车里的功率器件，它的重要性堪比手机的芯片。智能汽车中采用最多的半导体器件主要有3大类，一个是传感器，一个是小型芯片，还有一个就是功率半导体。新能源汽车中电池采用的是高压电路，所以当它输出高电压和很大的电流时，功率就会变大，会产生很大的热量，而高温会导致汽车器件烧坏，所以就需要一个本身能耐高温，还能控制高电压和大电流的器件。这个器件就是半导体器件，来控制汽车电能转换。汽车的电控系统、燃油喷射、底盘安全等都需要它，尤其是在电控系统。传统汽车省油与否靠的是引擎，电动车省电靠的就是功率器件。所以功率器件确实被业内人士称为电子装置的 CPU。但是这么重要的器件却长期掌握在国外手里，国内功率器件的企业屈居第3梯队，排在了欧美日之后，而且大部分集中在中低端。先进的功率半导体有90%依赖进口。类似功率半导体这样的关键器件还有很多，比如芯片、薄膜电容、高性能磁钢等等都是。也就是说在我们高喊汽车产业变革的时候，在我们为电动车业绩热血沸腾的时候，新能源汽车和手机一样，关键器件被捏在别人手上，它就像悬在我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，随时都可以斩下来。而华为在制定汽车战略的时候，就发现中国不缺汽车品牌，但是缺一个可以造出关键器件的 ICT 供应商。所以摆在华为面前的有2种选择，一种是可以创建一个华丽的整车品牌，复制华为手机的奇迹；一个是做一个汽车背后的无名英雄，做 ICT 供应商。因为华为有这个资本，他们5G 基站、光伏和手机上的技术积累，没有任何企业比得上。只要华为愿意，就可以突破很多卡脖子的设备和技术。2018年，华为公开宣布，我们不造车，要做类似博通那样，帮助合作伙伴一起做出更好的汽车。华为瞄准的正是中国汽车产业缺失的部分。实际上，华为之所以做出这个选择，还有一个原因：当前汽车正处在变革的交替期，从机械时代向电动化、信息化的智能时代转化，很多关键器件也面临更新换代，而这时就是技术最容易突破的时候。还是以功率器件为例，传统的功率器件是 IGBT， 属于第2代半导体技术，而电动化后，以氮化镓、高压碳化硅为主的第3代半导体发展迅速，很快它们就成为市场上的主流选择。以往 IGBT 等第2代半导体技术和专利都在外企手里，但是第3代半导体却没有。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，大家起跑线相对较近。在这样的产业变革时，人都有不同的选择，有人选择躺平，有人将硬刚努力攻克卡脖子的底层技术上。如果是你会怎么选？或许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前者，但是吃过亏的华为自然更看重后者。在2021年，华为不仅成立了数百人的研发团队，而且投资了诸多国内功率器件企业，准备自研第3代功率器件。从这边看，未来不造车的华为一定会比造车更可怕。但是彩虹总是在风雨后，未来是美好的，过程一定是艰辛的。华为这个品牌已经成为了民族品牌。华为不造车，不仅消费者不理解，连业内人士都不理解。尤其是汽车品牌更是顾虑重重。一方面，华为作为造车新势力，凭啥教传统汽车品牌造车？是华为有这个实力吗？另一方面，车企又充满了顾虑，他们担心华为不造车只是虚晃一枪，将来还是会自己造车。蛋糕就这么大，华为作为竞争者进来，其他品牌就得把蛋糕分出去，自然心里就有顾虑。甚至某个汽车品牌公开叫板，核心技术不能掌握在华为手里。这种心态是普遍的，不能怪任何人。但是对于华为来说却是致命的。要做中国的博通，就要取得业内的信任，要取得信任，就要打消他们的顾虑，而打消他们顾虑的最好方式就是用事实说话。所以华为没有等待客户上门，而是主动出击，提出3种合作方式。一种是类似博通一样做零部件供应商，比如华为电机、智能座舱、电控等等。第2种是华为 Inside 模式，华为提供整套解决方案，至于如何造车，品牌方自己选择。第3种是华为更深度的智选模式，这种模式下，华为深入到汽车设计、研发、零配件，甚至并入华为的销售网络等等，可以说是全程参与管控。于是不同企业就有了不同的选择，相继诞生了极狐、阿维塔、赛力斯和问界等品牌。他们成功与否，就代表华为战略能否走得顺畅。尤其是问界，它采用的合作方式是第3种，由华为全程深度管控，亲力制作。问界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了华为的造车能力，而6月份问界 M5 的销量已经达到了7000辆，与魏小李只差一步之遥。
那么问题来了，华为的战略能不能成功呢？要了解这个，你就要了解华为是怎么打造问界 M5这个品牌的。有人说，华为做汽车是因为手机做不下去了，被迫转行，所以华为在汽车行业是个门外汉。其实这么说是不对的。华为是一家危机意识非常强的企业，他们在做某个行业前会进行大量的调查和技术储备，在汽车业务上也是如此。他们不仅不是外行，反而比很多汽车品牌做得更早，技术储备更强，也更加专业。这并不是在夸大华为。我们来看一下华为汽车业务的发展和问界 M5就知道了。早在2012年，华为就开始研发新能源汽车。当年他们在2012实验室下成立了车联网实验室，专门研究电动汽车。此时还没有自动驾驶的概念，甚至连手机还只是华为的副业。2018年，华为布局汽车6年后，他们开始对外公开自己的汽车战略，不造车，要做中国的博通，帮助中国汽车品牌走向世界。华为为什么这么有底气？其实并非华为研发能力有多强，而是他们赶上了汽车从机械时代到电动时代以及智能时代的革命，然后发现自己擅长的技术与智能汽车越来越契合。传统汽车属于机械工业，它的3大件事底盘、发动机、变速箱一直被欧洲和日本等国家掌握，中国通过各种手段也没能抹平差距，所以中国的市场就被外国品牌占领。但是到了电动汽车时代则完全不同，汽车3大件已经变成3电，也就是电机、电池和电控。中国在3电方面的储备丝毫不逊色其他国家，所以这个赛道我们具备弯道超车的机会。但是这并不是华为真正发力汽车赛道的原因，真正让华为下定决心搞汽车是智能化的到来。中国通过几年的市场培育，加上5G 技术、AI 等技术成熟，电动汽车再次发生变革，开始向智能汽车进化。在智能汽车时代，3电是基础，而智能化部分就是各家汽车差异化的部分，比如智能座舱、自动驾驶以及智能系统，这些恰好华为都擅长。我们以电机为例，华为在电机上的技术也非常先进。由于电机需要高速转动，它的内部温度非常高，所以不仅需要材料达到超高温的要求，冷却的技术也是非常重要的标准。好的电机冷却方式会避免温度过热烧毁，而主流的电机冷却方式有3种，一种是气冷，一种是水冷，还有一种是油冷。由于气冷有通风损耗，所以电动机的效率较低，基本上主流电机已经不怎么使用了。而水冷一般在绕组和冷却液间隔一层绝缘套件，效率虽然会高点，但是这层套件也会阻碍热量的传递，降低散热的效率。油冷则是通过喷淋冷却油深入到电动机转子、轴承、绕组等内部进行热交换，效率更高。但是使用油和喷淋油道的条件要求非常苛刻，难度也非常高。而华为则利用 AI、电子技术等手段攻克了高速冷油的技术，哪里部件温度高就可以不用降速，主动喷淋，这样不仅冷却效果好，而且润滑轴承还可以增加寿命。其实除了电控，华为还在电驱动、电源管理系统上有领先的优势，两者都是电子底层技术。华为不管是做基站还是手机，都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技术，在应用到3电上就游刃有余了。2020年，华为发布了7合1的华为 Drive One 系统，将电动机、BCU、PDU、MCU 等机械部件和功率器件整合在一起。至今，这个系统已经在10多家车企上应用了。问界 M5就是搭配了 Drive One 系统，也就是说华为除了3电，在汽车智能化技术上同样先进，比如华为智能座舱、华为鸿蒙操作系统、华为自动驾驶等等，有了6个智能体系。鸿蒙系统不用说，是全球第1款万物互联的系统，可以轻松打破汽车和手机穿戴设备的屏障，完美适用汽车智能化，所以车机的操控性绝对一流。而自动驾驶也曾经惊艳过很多车企，有些技术甚至超过德国大众。他们一直想要花重金收购华为自动驾驶旗下的业务单元，但时至今日还没谈妥。智能座舱更是融入华为 AI、通信、5G 等技术，是华为主打的产品。所以华为主导的问界 M5为什么能在高开低走后实现 V 字形逆转？为什么余承东敢喊 M7是超越100万豪车？不仅仅在于华为这个品牌，也不仅仅是华为供应链整合能力强，而是华为对底层技术的储备。华为如果没有提前布局储备核心技术，不会在产业变革的时候参与进来。同样，中国汽车也正在处于变革的初期，甚至开局成绩比当初智能手机还要好。但是这个赛道更大，也更加复杂，我们能否不再重蹈手机的覆辙才是关键。我坚信，只要坚持技术研发，华为、比亚迪、宁德时代，甚至是中国汽车产业链一定会走得更远。好了，我是熊猫，我们下期见。